其日，迎亲时，大门一开，万事兴，起驾！你叫什么？回禀王爷，我叫裴映月。错，你应该叫我朱郎。是，朱郎。少夫人，庄雨山，她嫁给了齐王。千真万确，这是庄府方才派人送来的喜帖。如此仓促出嫁，她怎么会傻到去跳齐王府这个火坑？定是庄世阳贼心不死，又想攀扯齐王保命。那咱们要不去瞧瞧？为时已晚，况且去了又能如何？若我出言劝阻，庄雨山只会以为我是怕她嫁入高门罢了。庄雨山出嫁齐王府，你可知晓？刚知道。10日之期将至，庄世阳又有何诡计？他近来在家中又做了什么？我奉圣旨追查女婿一案，没空再去查庄世阳是否下女，也左右不了齐王要娶谁。宇文伯伯的事可有进展？没有。我要知道具体情况。宇文长安停职之时，留在督察院的文书皆已如期书库封存。我与沐风、沐言都查了好几遍了，没有找到什么进展。其他官府衙门呢？也都查了，始终不见成效。而且现在已经有人起疑了。问完了吗？庄寒燕，你既已答应让阿芝改口，我希望你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。何为称职的母亲？我不求你爱她护她，只求你不要害她。王爷今日赏光，亲自带着雨山回门，唯恐款待不周。岳父大人为何还不显身啊？下回来迟，王爷恕罪。岳父为何一脸愁苦之色？可是家中遇上什么难事了？啊，一点家事，不劳烦王爷挂心了。爹爹，
又是庄寒燕暗中害你吧？莫要胡说。他借傅云熙之手，已将你在家中软禁多日，你为何还要替他遮掩？玉山，我只知道，这庄寒燕是你庄家好女儿，竟还有这种事。既与王府结亲，便都是一家人，索性就都说了吧。庄寒燕因自幼被送诞种，便对庄家心怀怨恨。自从入京归家，日日搅扰，家宅不宁。就连我弟尉迟，他的死也和庄寒燕难脱干系。尉迟可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希望。当真有如此深仇大恨？家中丑事，王爷见笑了。而今庄家有幸高攀王府，这寒燕若是再见王爷，那也得喊一声姑爷呀。还请王爷莫要再为难寒燕，苗贵妃一事，莫再插手了。爹爹，你为何如今还要替他说话？庄寒燕她……吵死了！现在说这些，为时已晚啊。家主，庄寒燕呢？少夫人刚吩咐下人备车，要进宫去见贵妃娘娘。家主留步。怎么？奴婢有件东西，这几日一直在犹豫，如今想要交给家主。这休书从何而来？少夫人与您成婚那晚，她将奴婢叫到房中，将这封休书交给奴婢。她说她要冒一次险，可能会赌上许多人的性命，但她想起此前受困义南会馆，她曾以户籍除名脱险，便提前备下了这封休书。若来日她犯下无法挽回的大罪，也不至于牵连傅家满门。家主，您近日与少夫人不睦，奴婢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可少夫人执意不肯向您解释内情，还命我不要多嘴。她只是在和您赌气，您此前骗过她，她便一定要报复回来。可她从未想过要伤害老夫人和阿芝小姐。奴婢只求您与少夫人能夫妻同心，共成大事。淑红，谢谢你，我这就去找她。听招！去！家主，你有何事？你要进宫？今夜子时已过，10日之期期满，如此紧要关头，庄世阳与齐王定有所图谋。我要与苗贵妃通报商议。今日齐王再登庄家大门，我已派沐风隔墙窃听。庄世阳引诱齐王出手，要谋害苗贵妃。他们要做什么？齐王只说他已出手，让庄世阳静待结果。五娘，卖了祖房，娃娃当作心头好，玉郎不见了，不见了。这首歌谣是谁教你们唱的？玉通玉，四象为4肢，4肢缺一，3个足。蟾蜍10元影，大明夜已残。所以五娘指的是女帝武曌，是冲着苗贵妃来的，是想以武曌称帝，影射苗贵妃未来不但可能垂帘听政，甚至有篡位之心。大人，去。何事？属下方才得知消息，钦天监司正昨夜入宫觐见，密会圣上，贵妃娘娘可能有难了。
娘娘，如何？娘娘，青天剑司正深夜密见圣上，奴才徒弟听那司正说什么？那司正说，如今尚在冬春之交，苍龙隐而贪狼现，夜值凶星半月，此乃国之凶兆。若不及时将凶星遏息，恐怕……如何？凶光入玉壶，阴阳系颠倒，骤回归燕驾，忽临女代王。那祸国殃民的灾星，意指何人？说，等等，说吧。说凶星背靠斗剑，蜀坤。终于来了。皆是孩童歌谣，青天剑司正入宫。那齐王并非善于钻营之，如此迂回之法，定是庄世阳暗中推波助澜。齐王与青天剑司正自有相识，交情匪浅。依你推测，圣上是否会信？如同你遭遇赤脚鬼污名一样，后宫女子更怕不祥。一旦沾染青天剑，只怕凶多吉少。更何况涉及我朝江山万年基业，只怕宫中已是山雨欲来，如此情形，你当真还要进宫？我要去。我陪你。这拜帖已经送进去了，为何迟迟没有回话？只怕宫中已乱作一团了。难道青天剑一句话，真能置一朝贵妃于死地？难道我终究救不下她的性命？此事一达天庭，太难了。是苗贵妃双亲。二老可是得了贵妃娘娘召见？苗氏门柱勋庸，少儿温婉，长儿贤顺，故拔华英选入后庭。贫墙之间不见五目，宫湖之内横自不仕。叹一念之差，行不复礼，思不合经。暗结陪党，为乱歹下。横征良田，倾国战库。私营酷吏，祸行蜀地，蒙蔽圣明，威严朝政，效苏女娥须，汉国之根本。朕载深感哀，赐白绫一条，以示亡人。汝毙后，祸不及家，亲死。普天之下，人人争做贵女，但只要女子的尊贵和权势皆是依仗男子得来，便是不堪一击，便是一触即溃。这一世浮华荣宠的背后，藏着太多的灾祸和杀机。或许，从当年踏入宫闱那日起，
我便注定要死于这贵女的名分之下。我只恨自己看透这一层之时，已经太迟太迟。你又要拦着我？这是你写的休书。你既已嫁入我夫家，便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家人，我不会再让你去做一次傻事。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老夫人也好，阿芝也好，傅家满门是死是活，与我都没有半分干系。让开！你又想去杀谁？庄世阳、齐王还是圣上？松开！松开！你不要逼我！你可知这一局，你为何落败？是我错了。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，我不该去攀附苗贵妃，更不该听你那些迂回的废话。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杀了庄世阳。即便今日就撤下官兵，你如此闯入庄家，你又能活着出来吗？我从没想过要活着出来。我母亲枉死那日，这世间对于我来说便是无间地狱。你放开我，这一次我要庄世阳付出代价。你此刻应该感到庆幸。圣旨当中有祸不及家4个字，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首了。是谁藏在那儿？出来！是谁？出来！母亲，母亲不要杀我，阿芝只是跟你玩捉迷藏，阿芝错了。阿芝，没事，不哭，爹爹在，爹爹在。母亲跟你开玩笑呢，啊，阿珍。母亲，母亲不要走，阿芝求求你，母亲不要走。阿芝，我从未养育过你，我不是你的母亲，更配不上你叫我一声母亲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不是假的，母亲明明答应了我。大人的事你不懂，我今天是要为自己的母亲报仇。阿芝不想母亲死，母亲等阿芝长大就来帮你报仇，好不好？阿芝只是想和别的孩子一样，有母亲，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只是想和其他女儿一样有母亲，有一个家而已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我不仅是你的女儿，也可以是你的依仗。我已在这无间地狱拖着残缺的身体，自我折磨的苦熬多年。
你为何又要回来重蹈覆辙啊？为何啊，阿爷？母亲，我并非要你放下仇恨，但若此生只为仇恨而活，只为恶人而活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自苦？给女儿一个机会，让我帮你寻找这世间上值得留恋的人或事，好吗？你我母女终究缘浅，就到这儿吧。我此生之遗憾，就是没能陪我的女儿长大。母亲是不是忘了，你们是第一日见到的第一个人，便是阿芝。其实从那一天起，阿芝就找到了自己的母亲。阿芝不想再失去母亲一次，虽然母亲此前没有养育过我，但我们还有很多以后。母亲能陪着阿芝长大，而且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两个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。我们想母亲的时候，我可以抱一抱你，你也可以抱一抱我。若是母亲想念外祖母了，就来抱一抱阿芝，好吗？母亲捉迷藏找到阿芝了，这是阿芝要送给母亲的礼物。阿芝去年过生日时，不小心闯到了外祖母的宅院，她把这个送给了阿芝，上面刻有母亲的名字。生只为护你，宿命的线谁来剪？时间的缘流太浅，不愿你此生孤挂牵，挂牵上都如愿。只愿线谁来剪？留下的遗憾谁来圆？也难免，我好想在梦。送别的线不愿见，时间的缘不太浅。我愿你此生无挂牵，我会无挂牵，上都如愿。只愿线不愿见，留下的遗憾此时圆也难免。我好想在梦里看见。共入眠，此刻你就在我身边。看明月。少夫人，阿芝睡下了。是。少夫人有件事，我要向您道个歉。何事？就不久前，南山医馆那次，我确实是看见了您，所以才故意说了很多话，但是大人确实没有看见您。他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弄巧成拙了。他当真不知？他难道还没向您解释吗？他确实是为了您，才被谢之受罚的。庄世阳告诉我，傅云熙是受了他的胁迫。庄世阳的话您也敢信啊？那日我都瞧得清楚，您晕倒之后，大人就把您抱到了屋内，他在床榻旁坐了许久，才决定为了您，把他之前的计划全盘推翻。直到那天夜里，庄世阳才拿这件事情来威胁他。他和我说过，但我当时没信。我沐风对天发誓，大人虽然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但他对您绝对是一片真心。若有虚言，
我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，一辈子打光棍。其实我都知道，我此前利用的便是他的真心。疼吗？你来试试。庄世阳，我绝不放过。如今又添一笔血仇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根源皆在庄世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他罪行累累，确实该杀，但无论他如何死，我都不希望是你趁着月黑风高，闯入庄府行刺杀之事。为何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的婚姻是场交易，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你也曾答应过我，要帮我照顾傅家亲眷。我不懂，你为何执着于此事？你明明自己也有保家能力。你只需要记住，既然是交易，我们都要守信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骗过我，我也骗过你。但这一次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是真心的。你一直说，你想要一个家，你觉得，究竟什么是家？至少，要有血脉相连的亲人，才能算家。就像你和老夫人、寇二姨那般。你还不知道，我与傅家并无血缘，我只是傅家的养子。我父母死于战乱，我只是个孤儿。但只要有情有爱，这里便是我的家，也可以是你的家。云溪，寒烟，母亲，云溪啊，母亲，你们可曾听闻宫中的苗贵妃被赐死了？咱们家近来与她走得近，会不会招来什么祸端是非？母亲放心，我们与苗贵妃虽有结交，但还不至于遭受牵连，并且圣上已经下旨，不再追查此事，以此结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是担心你们，云溪啊，寒烟，我们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，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我是害怕你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……放心，我们都不会有事的。只是，母亲您与二姨，近来最好留在家中，尽量不要外出走动。我懂，之前是人人追捧，如今恐怕是人人嫌弃。你是怕我们出去
遭人白眼冷落，我知道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母亲回去歇息吧。好，母亲，走吧。你还伤着，也回去歇息吧。无妨。当年的京城双孀，一个嫁入官宦清流之家，一个嫁入巍峨深宫之主，最后都落得一般下场。只怕这史册之中，又要多一位遗臭万年的祸国妖妃了。这一条人命，轻飘飘的，说没就没了。所谓贵女，实在可笑。方才沐风告诉我，宇文长安的那个檀木盒子，沐言已探得进展。什么进展？苗贵妃一事太过突然，我与沐言还未能见面。明日我便回大理寺，你在家中等我回信。希望宇文伯伯不会让我们失望。恭喜大人！在咱翰林院中这许多年，总算是熬出头了。是啊，庄大人多年以来不声不响，如今却立下如此大功。直接由7品编修晋升至5品侍讲学士，还是圣上亲口御赐，这可是要写进族谱的天大的荣耀啊！说不准啊，再过2年，庄大人就要被圣上选入内阁了。不敢！哎呀，恭喜啊！不敢！庄某身无长技，只是靠些粗鄙技艺。今日晋升，只是承蒙祖宗庇佑。可不敢与诸位学富五车的大人们相提并论呢。哎，庄大人过谦了！哎呀，太谦逊了，太谦逊了啊！虽然扳倒了苗贵妃，可傅云熙和庄寒燕那俩贼人却逃过一劫，实在是不解气。王爷，妾身有一计谋。妇道人家安分守己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月儿可从来不会不识大体。王爷教训的是，月儿谨记在心。后日便是我祖母60大寿，殿下能否与我一同回庄家祝寿？我没空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只许2个时辰。沐风说你这边有进展。是，并且是在督察院。督察院？此前已翻过2次，并未寻得任何踪迹。咱们上次前去，只顾着在公事房、记书库这等存录文书之地探寻，却忘了探查一番宇文大人的人际关系。线索在哪儿？验尸房。我们这帮满身尸臭的老东西啊，平日里最不遭人待见，整个督察院里，也只有宇文兄待我不薄。我们俩也算是同病相怜，这辈子都没讨上过老婆，这一来二去也多了几分交情。5、6年前吧，他把这木盒交到我的手上，说我这儿清静，死人多，活人少，更显得安全。偶尔他也会取走几日，没几日便又还了回来。他从来不告诉我这当中是何物，只是我每次入手便越觉得沉甸甸的。
宇文大人离京之时，为何不将他带走？他走得匆忙，只派人来与我传信，还文绉绉的说此乃一匣伤心泪，不便带入极乐地，只让我继续保管，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处。哎，傅大人，你这……这是宇文兄的手稿。据宇文大人所载，他3年前还曾交予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傅大人，当真是宇文兄他派你来取此物？宇文大人已死，或许这些东西能为他沉冤昭雪。是，你说宇文兄他……夫人，他找到了。大人并未明说，只请您亲自去一趟督察院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小心有毒。这是何人施过？你的祖父庄汉良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方才不知怎的，老爷子又动了怒，把少爷那是一顿好打呀！快去劝解一二吧。老爷，老爷！这是裴掌印逼我的。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你自己惹出的祸患，由你自己来背。岳无权无半分甘心，我会将你风光大葬。
之灵，保佑我无灾无难，福禄太平。姐姐保佑。母亲。这些是。儿听闻母亲爱思国度，粒米未尽，便特意下厨做了这几道菜。母亲尝尝味道如何？我确实没有胃口。儿已经不能为父尽孝。这世上只剩母亲一位血亲，真不想应了那句古话。什么古话呀？子欲养，儿亲不待。啊，那个母亲吃，你看，慢点，不能辜负了我儿一番心意啊！我这，慢点，慢点，肉不够，儿再做。够！看来母亲是喜欢儿做的饭菜。对，你喜欢。那往后我每日做几样来陪母亲吃完，也算是尽孝了。是呀，你父亲已逝，你不用过于挂怀。要不，从今日起，咱们庄稼便由你当家做主，母亲一定全听你的，行吗？慢点。哎，好。这当真是我祖父的遗骸尸骨？没错，还有这些，都是宇文大人这些年暗中对庄世阳所犯罪行进行的调查记录。下至南巡泉州，借布政司衙门手牌，携3名干吏下儋州庄氏宗族祠堂，秘密开棺取庄汉良骨殖。这具尸骨，便是宇文大人暗中取来的。头骨呈青肤绒色，以皂水银铅炭之，无毒；以油脂陈醋验之，尸骨却现黑斑，推断死因为身中剧毒，但年久难辨，无法确认是何毒。这是督察院孙武做的验尸手记。看来宇文伯伯早就怀疑祖父之死是庄世阳暗中下毒。还有这个，西闻发觉庄汉良暴死之后，为是阳病不出，家中餐食粒米不进，却命下人夜间外出觅食，有欲在永寿堂建小厨房，对庄世阳更是惧色难掩，种种行迹可疑，或知晓内情，悉闻3世卫士其闭口不谈，只作推诿之词。此事祖母知晓内情。此事宇文大人草草记录，并未详细说明其中缘由。他们的探查也自卫士而断，没能寻到新的证据和证人。若此事当年能有结论，母亲后来便不会心存玉石俱焚之意。我们或许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继续侦查，只是卫士那边。后日祖母做寿，我便回庄府一趟。母亲3世未果，那我便做第4世。你可有把握？我自知我家这位老祖母最怕什么，知道她的弱点，便不难办。哎呀，今日这寿宴比这临江阁也不逊色，老太太能得庄夫人这样的好儿媳，真是好大的福气啊！碰，要我说呀，还是咱们庄夫人有福气。
竟养出这般女儿，天生王妃的气度。碰，珊儿能嫁进王府，与王爷相敬如宾，那都是珊儿自个儿的福气。各位夫人都在，都与傅少夫人熟识？不熟不熟，变生得很，说过几句闲话罢了。恕妾身眼拙，这位夫人是？不就是祸国妖妃座上宾吗？还能保命，便该烧高香了，还敢来搅扰这大喜的日子？夫人说笑了，终归呢也是庄家的女儿，也是要向老太太尽孝心的。祖母她，主母在上，嫡姐在前。妹妹进来既不敬称母亲，也不行礼，是哪门子的规矩教养？今日是祖母寿诞，姐姐还是和气一些为好。和气？好，我送了祖母一整套类丝嵌宝首饰，她爱不释手，正于房中一一试戴。妹妹，不如先坐下，喝杯茶。我记得你最喜欢喝别人剩下的。我盘中之餐，终比不过姐姐面前那碗，已经沾了4、5个人的口水，可姐姐不还是如获至宝，甘之如饴？庄寒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王爷！你，雨珊，你现在贵为王妃，皇亲国戚金枝玉叶，要注意气度。你放手！哎呀，夫人，雨珊，你竟然帮他！庄雨珊，你我终究姐妹一场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嫁入齐王府，当真心甘情愿，还是受人胁迫？什么意思呀？我嫁入王府，享王妃之位，当然是心甘情愿。你若还有半分理智，应当去一趟姚府，见一见前任齐王妃。够了！你别在这假惺惺的装好人，我们不过是各拼前程。庄寒燕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可以成为京城贵女，我庄雨珊也可以。京城贵女，我曾经也被贵女2字所惑。所谓贵女，并非金银之贵，亦非王宫之贵，而是身处逆境却永不言败的品格之贵，是身为女子却敢于冲破礼教藩篱，束缚规训的勇气之贵。前任齐王妃，她名唤姚望舒，她宁死也不肯沦为齐王的掌中玩物，拼上一条性命，才终于逃出升天，重获自由身。她或可称得上一生贵女，但你绝对不是。你别再说这些无用废话，这茶你必须吃下，否则别想活着离开庄家大门。傅云溪，见到本王妃还不行礼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走吧。庄寒燕、傅云溪，本王妃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寒燕恭祝祖母福寿安康。刚才你们在外边吵嚷，吓得我心惊肉跳。快把我的丹参丸拿来。祖母若想心安，便应及时将这病根拔除，切忌任由病灶蔓延，酿成沉疴宿疾。若寒燕没猜错的话，祖母这病根是在祖父去世之际酿下的吧？宝婵、宝月，你俩下去吧。
韩燕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祖父并非病故，死因另有其故，对吗？你这孩子乱说什么呀？走，咱们也出去吧。求佛求神不如求己。若如今有一个机会能令真相昭然，祖母是否愿赎己过，求一个余生心安？我是个年迈无用的老婆子了，靠儿子施舍一口饭吃，这么多年也就草草的活着罢了。你何必折腾我这把老骨头呢？祖母不愿开口，韩燕不敢强求。只是以后要日日请安，时时问候。你我祖孙突然和乐，以父亲这般多疑性子，会不会暗自揣测怀疑你我？又是否还会继续给您这一口饭吃？韩燕，使不得！我在庄家向来是做小伏低，当了这么多年的聋子哑巴，才换来一隅安身之所。看在咱们祖孙的情分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祖母所忧，韩燕了然。您这辈子在这座宅院之中，已受了太多委屈，太多折磨，难道就不想换个活法？难道就甘愿一辈子如此受人欺压？唉，我还能换个什么活法呀？我是您孙女儿，亦可给您一口饭吃，让您安享晚年，为您养老送终。您是选择藏在恶虎身后，每日担惊受怕做个伥鬼，还是选择在此生最后几年光景，不必再做那福贵在地的哑巴聋子，而是站起身来，做个健全之人？不行不行，我与世阳母慈子孝，绝不受你挑唆。我这就告诉世阳去。既然如此，祖母也活不长久了。怎么，你还要了我的命不成？韩燕在整理母亲杂物之时，曾发现她留下一封书信，信中言辞凿凿，说当年毒杀祖父的那位真凶，竟然是咱们庄家的老祖母。呸呸呸！你这孩子胡诌什么呀？小心造了口业。我自知祖母冤枉，母亲当年暗查此事，确实是全然搞错了。她还曾多次向您探问此事。是，明里暗里确实问了我很多次。那祖母觉得，若是韩燕将这封书信上交官府，结果会如何？子虚乌有的事儿，还能将我冤死不成？祖母是否想过，若此事真闹到官府，当年毒杀祖父的真凶，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您出来，还是趁此机会将您捂死，让您替他顶罪？从此逍遥法外，高枕无忧。韩燕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不过4个字而已：真凶伏法。祖母，我许您3日，韩燕等您决断。话已说尽，但祖母如何抉择，我尚无把握。且再等等。
少夫人、家主，方才孙嬷嬷在后门现身，她鬼鬼祟祟的，只将这个交给我，便一言不发逃走了。这是水芹菜，定是祖母派她送来的。少夫人，在老爷的伙室中，似乎常年种着这水芹菜。松手！你这是？此物与寻常水芹并无异样，但根系或藏有剧毒。这便是祖母深藏多年的证据。祖母，怎么了？我的小兔子跑进来了，你快帮我找找。哎，好，祖母帮你找啊，咱俩一起找。祖母，怎么了？哟，儿啊，你明明生性胆小，为何行此不轨？既已做了，为何不做得干净点儿？非害我瞧见。老太太，三小姐又来寻您了。她怎么又来了？姑爷怎么了？大理寺秉公执法，还请庄大人跟我们去大理寺走一趟。去大理寺做甚？莫不是府上又有谁犯下祸事啊？到了公堂之上，自然就知晓了。带走。我自己来。至于，把大夫请来，分辨哪些是毒水芹。是。严大人。严大人，这是为何呀？庄世阳，你可知罪啊？下官有何罪？严大人明示。请证人孙仵作。严大人，傅大人，在下督察院仵作孙敏，请孙先生将此前因由当堂再说一遍。是。大约3、4年前，督察院的宇文大人将此具骸骨交于在下查验，在下验出此具骸骨含有不知名的剧毒。后来，宇文大人便将此具骸骨交在我的手上，只是从未提及此具骸骨究竟是谁。这具遗骸白骨，乃庄家祖父前6科给事中庄汉良。严大人，家父17年前赠于儋州庄家祖坟的。傅大人，你怎么胡说呀？宇文长安暗中探查此案多年，4年前曾亲自前往儋州寻至庄汉良墓穴，秘密开启棺木取其尸骨。此乃当年儋州府衙留存的文书记录。庄大人，你可识得此为何物？严大人，这是几根水芹菜。严大人，此物是从庄世阳书房的伙食菜谱里挖来，乃庄世阳亲自栽种。
其外形看似水禽，却是生有剧毒的毒水禽。经查验，此毒物与庄汉良骸骨附着的毒物并无二致，其当年莫名暴毙而死，正是因遭庄世阳投下此毒。庄世阳，你可知罪？大人冤枉，下官打小看孔孟之书，怎会做出这种有悖人伦、大逆不道的罪恶行径？当年庄汉良乃中毒而亡，你身为亲子，难道毫无察觉？这毒水禽，乃你亲手栽种，多年之间，竟然没有一次采摘误食，庄家上下更无一人因此而亡。对此，你如何解释？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这么说，你认罪了？下官犯了保密之罪，此案主谋为庄府主母周如意。此物当真有毒？这毒水芹跟寻常的芹菜样貌十分接近，极难分辨，哪怕是误食一口也会魂归西天。你现在就跟我走，我们去齐王府找雨山商议一样。好，快点。你们庄夫人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去哪儿？大理寺。唐嬷嬷，你赶紧去趟齐王府，请雨山到大理寺。是。妾身周如音，叩见严大人。如音，为父替你遮掩了17年，今日再也瞒不住了，你还是认了吧。老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据庄世阳供词指认，当年阮希文10月怀胎之际，是你暗中毒死庄汉良，并勾结段天师装神弄鬼，企图诬陷主母腹中胎儿为不祥鬼怪。如音，莫再犯上，你逃不掉，还是乖乖如实招认，就可从轻发落。当年我那一番筹谋，明明有很多疏漏，你却丝毫不察，甚至还惯着我、推着我，将那一出戏越闹越大。原来你一早就打算好了，万一来日东窗事发无从脱身，你就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。彼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怎能反来诬我？你别再这般虚情假意，你将我诬为凶手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严大人，大理寺狱中还有一位犯人，请速速提审。谁？段先生，崔阿牛。怎么又是你们庄家？我错了，我悔了，您就放过我吧。崔阿牛，你可认识这位夫人？周姨娘，您荣升主母了，小人恭喜啊！夫人慧质兰心，贤德淑女，风华绝代，乃9天紫微星下凡，小人恭喜夫人得偿所愿。崔阿牛，本官问你，17年前你于庄家内宅作乱一事，可是与周如音暗中勾结，受他指使啊？这从实招来，否则再关你10年牢狱。就是他，周如音丧尽天良，恶贯满盈。他最擅长的就是搬弄是非，连同17年前庄家前后2桩祸事，小人都是受他重金相诱，被他指使，请大人明察。当年你炮制赤脚鬼流言之时，周如音可曾跟你说过庄汉良究竟因何而亡？
这他未说过。不过俗话说，医道不分家，小人也略通医理。当年给庄老爷驱邪之时，便曾察觉，他是被人下毒，而非病重将亡。如此说来，那下毒之人，一定是周如英之祖父所为。大人明鉴，方才堂上众人皆亲眼目睹，这贼道人惯会见风使舵，招摇撞骗，其口中之言绝不足为信。更何况，他只是信口雌黄，无端臆测。启禀大人，齐王妃求见。下官见过齐王妃。严大人不必多礼，种种情由，我方才都已经听见了。二位请起吧。玉山，你总算来了。当年你虽年幼，但对此事也略知一二，你定可以为母亲作证，对不对？王妃亦知此事内情。哇，看看，我们羽山来日长大了，定是京城里闻名的大美人儿。真的吗？好漂亮啊！姨娘，不好了，老爷子突发急症，似乎快要不行了。什么？老爷子向来身体强健，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患病啊？奴婢也不知内情，姨娘快去瞧瞧吧。啊，好。别慌，别慌，老爷子此时患病，或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大好机会。小娘，祖父要死了吗？羽山莫慌啊，这关系着我们母女的未来，让小娘好好的想一想。羽山，你难道都忘了，当年我得知你祖父病重，一时大惊失色，在房中好一番筹谋，还教你不要自乱阵脚。若是我暗中下毒，怎么会有如此反应？你当时年幼，我更无在你面前做戏的必要，所以此事是你父亲污蔑我，对不对？玉山，这世上你最知爹爹心性，爹爹怎会下此毒手？羽山，莫要再信他，我这么多年都看错他了，他把我们母女给害惨了。也罢，世阳认罪，这一切皆是世阳所为，叫我捉取下狱吧。严大人，当年我虽年幼，但我却记得此事。当年我亲眼目睹是母亲在火室种下毒水芹，也是她亲手下毒。夫人，您这一番筹谋，终究又是功亏一篑。不，是一番筹谋，终于成功。玉山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亲眼目睹，是你把
了毒水芹，你亲手下毒。雨山，你是为何突然鬼迷心窍？你怎么敢这样污蔑你的母亲呢？我不就是被你迷了心窍，才会落得如此地步？雨山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这样说你母亲。她是你生母，对你有养育之恩，都是爹爹错了，爹爹错了。好，是我做的，都是我做的。我的亲生女儿在公堂上当堂指认了我，所以这都是我做的。周如意认罪，周如意认罪了。严大人，当年案发之时，庄雨山还是一个幼童，他的证词不足为信，而且庄世阳夫妇一时互相指认，一时又皆伏地认罪，这其中必然尚有蹊跷，请您再宽限几日，待属下查清真相，再请2次升堂。此案证据不足，押回重审，退堂。谢严大人，谢严大人。走。雨山，这姜母鸭是爹爹的拿手菜，今日专门做了送到咱们拱桐院来的，你快尝尝。小娘，我想吃梅子酥。跟你说过许多次了，小娘呢，终究是个妾室，你也终究比不上那嫡出的女儿尊贵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家里面，爹爹就是咱们母女唯一的依靠。爹爹呢，做什么菜，咱们就要爱吃什么菜，你还是不懂啊？好了，来，把这个姜母鸭大口的吃掉，吃的越多，爹爹就越高兴。快拿筷子。自我记事起，小娘便日日提醒，我们母女所享受的一切，所得到的一切，皆是拜父亲所赐，所以我们要讨好父亲，要赢得他的喜欢。这份喜爱越甚，我们能够得到的恩宠也就越多。二小姐，别哭了，别哄他，没事的，让他自己闹去。想要什么东西，哭闹是没有用的。小娘教过你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小娘说要去求爹爹，让爹爹开心。那爹爹有几日没有来咱们拱桐院啦？3日。是不是雨山惹爹爹不高兴，所以爹爹不来了？山儿没有。又是雨山在胡闹啦！雨山想爹爹了，爹爹总也不来，雨山就哭了。爹爹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要再哭喽，哭花了小脸啊，以后就嫁不出去了。小娘对我日夜教诲，告诉我无论到何时，爹爹都是庄家的天，只有讨好他，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。我要臣服于爹爹，忠心于爹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保我一生荣华，才能够有摆脱庶出，成为嫡女的那一天。雨山，这些首饰你都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爹爹。雨山知道，爹爹最喜欢雨山了。只是，可能母亲也未曾想到，我将她交予我的一切，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。雨山，这
这一切都晚了，是吗？父亲，快起，快请起。女儿就先回齐王府了。回吧。那此事就劳烦你了。庄老爷放心，老身定为这贱婢寻个好去处。张世阳，你还要做什么？若因你已于公堂之上自认罪责，庄家是断然留不得你了。张世阳，您莫要在庄腔做事了。父亲究竟是谁毒害的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这弑父的独子，早晚会遭天谴的你！贱人，还敢如此张狂！就你这般歪心肠的贱妾，若不是尚有几分姿色，埋在窑子里都没人要。妈妈我。张世阳，看我这般惨相的妇人，你还能把我卖到哪儿去？我知道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，我也知道，我今日出了庄府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生是庄家人，死是庄家鬼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我永生永世都会给你纠缠下去。庄老爷，这拖了去，拖了去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庄世阳。给他寻户好人家，送给你，当了去。谢谢庄老爷。王婆怎么还不来？来了。两位大爷，当真要买这贱妇啊？别废话，拿钱走人。
是你们。我自知他不会留你性命，便一直跟在暗处。我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最后救我的竟然是你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走吧。我还能去哪儿？去哪儿啊？带你去看看我母亲。这是？此处，便是我母亲的长眠之地。钟母堂，她何时身故？母亲离开庄府当晚，便被毒杀于京郊驿站。还有宇文伯伯、陈嬷嬷、姬兰。我还以为，若非母亲被害，你以为我为何去而复返？是庄世阳，是他。我虽知他狠毒，却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以如此癫狂。你以为你的大女儿庄雨晴，当年又是因何而死的？雨晴，你说我的雨晴？当年傅云熙探查裴党义子一案，几乎要查到他的头上。他为了杀掉傅云熙，这才暗中下毒，却不想毒死了庄雨晴。此事确是意外，但与庄世阳也脱不了干系。姨娘觉得呢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庄世阳，庄世阳！而尉迟之死，本来是他赶我出府，却不慎摔跌，撞在了那竹针之上。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此事我却也有几分愧疚。所以，今日这毒水情谊啊，也是你幕后操纵。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此人城府颇深，他做每件恶事之前，便已早早想好退路。万一来日东窗事发，他该如何脱罪？甚至早早就找好了替死鬼。对，这毒水情谊啊，我便是他的替死鬼。是。我拿到毒水情之时，便已猜到如今结果。而母亲与宇文伯伯当年虽掌握了一些证据，却未再深查下去，应该也是想到了这一遭。他们也知道此事？不止他们，祖母也全知晓。哼。还叫什么庄府？拆了牌匾便是个戏班子，个顶个的能装慧眼。那个男人，他做的恶行以为天衣无缝，却没想到家里的女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真是太可笑。你还知道什么？你既已猜到毒水情谊案的结果，却还闹上公堂，执意害我。如今还想让我为你所用？我并非害你，而是救你。当然，我也有功利之心。这么多年，连祖母都能查到蛛丝马迹，而你日夜贴身伺候，又是个聪明人，绝不可能一无所知。甚至连义子一事，你或许也知晓什么内情。你想利用我？
对付他。如今连祖母都已与我结盟，你却还要执迷不悔。他庄世阳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今你应该也已经看透了吧？这些年来，他的心性早已扭曲，看似与你恩爱相守，可你想一想，你犯下的每桩罪孽，是否都有他在其中，操控、引导？当年我嫁入庄府，庄汉良嫌弃我出身商贾之家，只准许我入府做妾。我却一心想着，只要好好的服侍夫君，夫君也对我有情，也许这日子不会难过。我为他做一个贤妻良母，可是他却把我当做一个可笑的妻子。我筹谋了半辈子，就想如主母当年一样，让女儿和我都成为京城的贵女。可如今，丈夫、儿子、女儿，容貌一个个皆已逝去，落得这一无所有的下场，就如主母在除夕送我的那个锦盒一般，落得一场空。你可亲眼瞧见，当年京城双庶，如今都落得什么下场？你花费一生光景，去求一个贵女身份，但你可知何为贵女？三从四德，逆来顺受，忍辱一生讨好夫君，便是贵女吗？那从来不是。真正的贵女，不靠金银堆砌，不以尊卑而论。一个女子，只要活得有尊严，便是贵女。你此前想过依靠儿子，倚仗丈夫，但你可曾想过，其实你也可以依仗自己而活。主母临走时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我虽结识不久，但作为你曾经的对手，我已经足够了解你。我知道你的欲望、野心、聪慧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可成大事之人。你只是被真正的恶人蒙蔽了双眼，这才选错了路。我也曾恨过你，但如今早已选择了理解你，选择了放下仇恨。我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共同对抗真正的敌人。周如茵，你可愿意？宗母为求自保，这才为我指了一条明路。他说，真正能扳倒父亲的证据，一直都在你的手里。原来这卫士也猜到了。我已和盘托出，你手中的证据究竟是什么？一张借据。母亲，这是荆州名医开具的灰琼散，祛湿健脾，最适合属实用啦。好。老夫人，老奴将携老爷衣物时，发现内有借据欠条一张，
许是房中下人大意，忘了翻一翻口袋。我不识字，你瞅瞅是什么东西？这似乎是百城府石阳村一个叫李三的农户欠了咱们庄家200两银子啊！这可抵农户10年的收成了。百城偏远，怎会有农户欠咱家的钱呢？但这债主一栏确实还能看清一个庄字啊。只是老爷在外头的事儿，我也不甚知晓。不如等晚些老爷回来了，我亲自归还借条，以免误了要事。百城府，石阳村。先前我虽未管家，却也对家中的钱财知根知底。这200两并非小钱，若不是他存了私房钱，便就是养了外室的女子。你没将那借据还他？我对此事本就存疑，又想留些体己的钱在身，我便仿了一张假的，用水泡烂，交易庄石阳时，他见字条已经损毁，并未多问，所以真物还在我的手中。所以你怀疑这笔钱与裴大夫有关？都说裴大夫的巨额财富藏于义子手中，但这桩桩件件似乎都与庄世阳脱不了干系，我这才开始怀疑起那借据钱财的来路。那张借据现在何处？仍在共同院中，我不能回去，但可请陶嬷嬷帮忙取出。他靠得住吗？我只跟他说去我房中取一些银票地契，顺道取出，应该不会起疑。朱嬷，陶嬷嬷，朱嬷，您房中的财物我都给您取来了，您快些走吧，千万别再回京城了。陶嬷嬷，过去我待你并不算好，如今你却还愿意唤我一声朱木啊！一日为奴，您终生都是老奴的主子。来，这个你拿着，你拿着。我房中的财物不翼而飞，老爷一定会查的。你拿上这些银票，也赶快离了庄府，好好的回家养老去啊！那老奴就不推辞了。我今夜就走。夜长梦多，快去吧。您路上小心。拿着，快走吧，快去，快去吧。拿到了。找到了。公堂之上，你为何从未想过说出此事，以此脱罪？一张借据而已，事态未明，你们大理寺会以此将他定罪？况且，若义子之事当真暴露，我岂不是要与他陪葬，死路一条？没说也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先查清楚。现在庄府，你已是回不去了，可有其他打算？有这些钱财傍身，3年5载，倒也不至于饿死。但是，我现在还不能走。如今羽山还蒙在鼓里，我不能丢下他，而且我要亲眼看到庄世阳的下场。茶林者家老板与我相熟，我先暂时安排你住一段时日。多谢姑爷。上车吧。既然已经有了线索，你我明日便去一趟百城府，查一查这借据背后是否藏有秘密。少夫人、家主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
家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二姨她今早清扫家主书房，翻出一张和离书，惊动了老夫人。阿芝小姐也瞧见了。什么和离书？你先去找阿芝，我去找母亲。母亲，二姨。云溪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母亲莫急，那和离书呢？云溪，你先跟我们说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没见到你们吵架，这怎么闹得要和离呀？是啊，这不都好端端的吗？怎么就……母亲放心，只是个玩笑罢了。我和韩燕不会和离的。玩笑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这婚姻大事怎么能开玩笑？这种事情要是传讲出去，你是无碍，可韩燕是女子，是要遭人背后指点的。母亲思虑周全，是儿子不懂事了。那和离书呢？云溪，你要真想和离，也得先跟你母亲好好商量商量啊！快去先看看阿芝吧。刚才我们在议论此事，她都听到了。是。母亲，阿芝，快睡吧，我和你爹爹都已经回来了。是不是阿芝不乖，所以你们才要和离？怎么会呢？阿芝又善良又聪明，我就算舍得离开你爹爹，也舍不得离开你。母亲是不是不喜欢爹爹？这一路走来，哭过，笑过，也曾走错过路，但是他都一直陪着我。我对他有过气恼，有过猜忌，但如今，我愿意信任他。信任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喜欢吗？阿芝还小，你还不懂，信任比喜欢更珍贵，更难得。那母亲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爹爹啦。母亲说嘛，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特别特别喜欢爹爹？母亲说嘛。母亲别闹，阿芝不问了，阿芝错了。阿芝，母亲答应你，等我们把事情做完，再往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，我和你爹爹都会陪着你慢慢长大的。那我们拉个围阵。这是什么？大婚当夜，你写了一封休书，我也写了一封和离书。为何？你我之间本是交易一场，有了这封和离书，你便可以随时抽身而退。小心放好，别弄丢了。傅云熙，你站住！若我说我不需要这封和离书了呢？你此举究竟何意？时至今日，你还说我们之间是交易一场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不信你心如止水。或许我有逾矩之处，让你误会了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早些回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出发百城府。
此行路远，你还未用早饭，吃点点心吧。傅云溪，既然我们之间只是交易一场，那从今往后，你我都只需做好分内之事即可。这村落地处中原，应该良田千亩，怎会如此破败贫苦？像是个个都吃不上饭一般。老爷，赏几个铜板吧。多谢多谢老爷。你们可知李三家在何处？瘸子李三吗？他方才去田里了。那他家田地在哪儿？如此沃土，说明去年收成甚好。可这100亩间却不见一头犁牛，只有农户苦苦耕种。腹地穷耕，确实不合常理。爷，给你送饭。李三儿，你闺女给你来送饭了。老赵，你帮我一下啊！来，好，我给你吃口啊！来，咱去腌两条啊！带个啥？大家吃啊！来，打搅了，请问您就是李三？两位是？我叫庄寒燕，这位佃户就是这代居上的李三。走，快点走！怎么回事？追上去看看。寨主夫人，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，您再容小人几个月。我家中就剩下一个女儿了，可不能再卖了。寨主夫人，行好，今年的礼钱我们一定补上。贵人，发善心吧，今年我们一口白面也没敢吃啊！是啊，夫人，您就可怜夫人，可怜我们吧，再给我们点时间吧。各位快起，我们并非寨主。可是我的戒具就在你们手中啊！李三伯伯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可否借一步详谈？那是5年前了，我带着妻女和许多灾民逃荒到这里，有一位妇人给我们借了一笔银钱，给我们买地安身。我们想着遇到一位大善人，谁能想得到他是一位私放折子钱的，代具上5分奇息，经年翻倍。可行利至多不过3分。我们没得选啊！这几年来，利早已过本，那夫人就逼着我们抵押田契，互作保人，所以整个村子里100亩良田没有一户是富农。我们一边交着皇粮，一边还要喂饱经商，这日子是愈发没有活头。
那私放折子钱之人是何姓名面目？姓名不知道，是位老妈妈，看衣着打扮，像是大户人家来的。这借据之上，债主可是唤作庄世阳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当时那位妇人让我们签字画押之时，这借据上并无债主姓名。不过那妇人跟我们说，我们的债主好像是位姓庄的夫人。后来我无意间瞧见，好像叫庄什么燕。裴大福的这笔巨额财产，从一开始就全都在我的名下。可否让我们聊上几句？好，你们聊，来，你们聊啊。裴大福手中的赃物珍宝，悉数交予庄世阳。他通过儋州商会买卖出售，换作银票，再以你的名义发放折子钱，让这些贫农自行购买良田耕种，每年逼他们上交利钱。如此一来，庄世阳片叶不沾身，名下财产已干干净净。我在儋州苦寻多年，只查到了商会这一条线索。原来，儋州只是中传。像这样的村落，或许还数十不止。谁又能想到，这笔传闻中的巨额财产，竟是这些贫苦之人？只怕不止这些村落。还有什么？裴大福的财产绝不仅仅如此。或许这数十年，除了这些贫农佃户之外，举国上下各行各业，都借贷过你庄寒燕的折子钱。如此，一切便都说得通了。我早该想到的。吴有志、周如茵，他惯会找替罪羊。他既要藏匿这笔赃款，又不能让这笔钱脱离他的掌控。除了我这个自小流落在外、身负赤脚鬼之名的庄家嫡女，还有谁更能掩人耳目，不易察觉？原来从一开始，我便也是他的替罪羊。你且莫慌，此事尚有破绽。即便东窗事发，庄世阳曾身陷义子嫌疑，你又是庄家嫡女，他不可能轻易脱身，将所有罪责都甩到你的头上。说他想害的，不只是我们。此言何意？你忘了，我是庄家嫡女，亦是富家正妻。若你为裴党义子，我问你掌管赃物财产，你我岂不就是一对奸佞夫妻？他若当真如此谋划，或许因我早已中了他的圈套，那私放折子钱的妇人，可能便是陶嬷嬷。陶嬷嬷，来，尝尝味道。老爷，
老爷，您这道同安风肉啊，奴婢吃了10几年，如今味道是越发鲜美了。那就好，我就信你这舌头，还是得放点麻椒。周如茵已经离府，奴婢又可以在厨房里伺候老爷做菜，这简直是前世修来的口福啊！把包袱送去，如茵没有起疑心吗？奴婢做事，老爷还不放心吗？当年裴掌印吩咐，这笔钱财又远离京城，又不可脱离掌控，我这才用了韩燕之名。可惜了，这笔财产终究是没能保住。用这笔财产，能将傅家夫妻2人彻底扳倒，老爷，您就再无后顾之忧了。也是，就当是破财保命，不是自己的，终究留不住。好，好，好。只怕天罗地网已经来了。你快走，别回头藏起来。那你呢？我们2个不能都被抓起来，快走！快走！吁！来者何人？严大人。傅云熙，庄寒燕何在？他先一步回京了。严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念在你我多年同僚的份上，本官不与你为难，但你也不要再做无谓的抗争了。速速拿下裴等余孽傅云熙！我问你们回事。他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。